美国或许还能找到2个愿意跟他出兵的国家，那可能就是澳大利亚和日本。澳大利亚的海军力量不值一提，日本呢倒是有相当强大的海上自卫队，但是日本处在中国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的射程之内，而且考虑到日本欠下中国的历史血债，日本只要胆敢为台湾问题派出一兵一卒，那么日本海上自卫队可能会被全歼。各位网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鲍明说。今天呢，我们说一说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表态，说美国和盟国一定会采取行动反对中国武力统一台湾。台湾是中美关系中最为敏感的问题。最近呢，美国政府反复地抓住台湾问题做文章，找麻烦的关节点当然就是武力统一的问题。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1月11号表示，如果中国大陆动武改变台海现状，美国及其盟国就一定会采取行动。在过去的几十年的时间里面呢，不管解放军是不是出动海空力量进入台海附近，美国都不停地纠集仆从国在中国沿海采取各种各样的军事行动。在中美建交之前呢，两国航空兵经常在中国的沿海发生空战。2001年呢，还因为美国电子侦察机接近中国的领海进行侦察，发生了有名的南海撞击事件。布林肯在这个时刻叫嚣美国要采取行动，恐怕威胁不了解放军。即使在解放军装备处于严重劣势的年代，也没有向美国人屈服，更没有让美国人占到什么便宜。至于布林肯表示美国的盟友一定会采取行动，那更是让人觉得更加的不靠谱。和美国拥有军事同盟关系的国家相当不少，其中有谁会跟随美国用武力干涉台海呢？美国最完整的军事同盟在欧洲，在北约成员国当中，有不少是传统的军事强国，其中会跟着美国到台湾海峡的挑衅的恐怕只有英国一家，另外几家欧洲强国，特别是德国、法国和意大利都已经明确的置身事外了。法国的海军编队在前往东亚的时候还特意绕过了中国的领海，沿着台湾以东的洋面去的日本。至于立陶宛这样的欧洲小国，除了待在自己的弹丸之地里说些狠话之外，不可能为美国提供任何实质性的支持。美国在亚洲还有不少的盟国，从法理上讲，巴基斯坦和泰国都是美国的军事同盟。这两个国家会跟着美国出兵，把部队派到台海来吗？这两个国家和中国的关系都非常的亲密，而且泰国的海军、巴基斯坦海军最优秀的主力舰都是中国卖给他们的。在西太平洋地区美国或许还能找到2个愿意跟他出兵的国家，那可能就是澳大利亚和日本。澳大利亚的海军力量不值一提，日本呢倒是有相当强大的海上自卫队，但是日本处在中国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的射程之内，而且考虑到日本欠下中国的历史血债，日本只要胆敢为台湾问题派出一兵一卒，那么日本海上自卫队可能会被全歼。至于离中国最近的韩国，哪怕在局面最紧张的时候，也绝没有表示过要在台湾问题上追随美国。所以有不少中国大陆的网友在评价布林肯这段讲话的时候，嘲笑说他的盟友当然会采取行动呢。不过那可能是争先恐后的给中国政府发贺电，祝贺中国终于彻底统一了。当然，布林肯的讲话里面还是有实质性的内容的。布林肯指出，美国要让台湾具备自保的能力，全世界都已经对这句话产生了条件反射。很显然，一份军火购买清单又会放到台湾当局的面前。早年曾经有人与台湾方面的政治学者进行一个接触，向他们询问所谓美国向台湾出口武器是怎么操作的，台湾方面是如何选择具体型号的。他们的学者表示，自己哪里有什么选择权呢？美国方面只会简单的扔过来一份清单，要求台湾方面如数买单，买什么不买什么，台湾方面是没有任何选择权的，也没有拒绝的权利。就在2021年美国要求台湾立刻购买一批波音公司制造的捕鲸叉岸对舰导弹。台湾军方经过技术评估之后，认为这批导弹的飞行速度慢，技术陈旧，并不适合今天的台湾军队。然而美国方面竟然勃然大怒要求台湾当局立刻弄出一笔钱来，无论如何要把这批导弹买下来。台湾当局只好照办所以布林肯这一次的讲话也不会有什么新意，无非是美国方面经过盘点
又发现了一些不想要的武器，打算高价卖给台湾而已。